不丹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他们精神上的追求，还有灵魂上的追求，远远超越我的预料当中。我的人生，我的事业就到了一个阶段，我觉得我要不断的鞭策自己，挑战自己，然后我也想去不同的地方开开眼界。哇，真的很漂亮。有时候担心你走太快，逼自己。OK 吗？失败不是一个选择吧，我想。Let's go。大哥就很像家人这样。我应该会为他上刀山下火海。如果可以继续陪着你，我会陪着你啊。哇 ，Thank you。OK，Yes。现在是新加坡大概早上5点，我将会参与一个露营节目的拍摄。还来说风凉话！王天啊，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啊？做梦我每次去到哪里都中你的。曾经的新传媒阿哥郑彬辉，多年来在影视界展现了他出色的演技与敬业精神，深受海内外观众的肯定。从青春偶像剧到沉稳大气的角色，他都游刃有余。10年前，他参与本地真人秀《3男1女》的拍摄。3男1女，任务完成！多年来在中国发展的他，这次特地参与在世界的角落扎营的节目拍摄。这一次呢，带来一个在我生活上还有工作上，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我是 Tina， 我是老板的助理。2011年 ，Tina 蔡玲玉接受了彬辉的邀请，成为他的私人助理。这些年来，他陪着彬辉闯南走北，在背后默默为他的每一次成就保驾护航。Tina 她跟了我很多年，13年吧，有没有？度过了很漫长的拍摄时间，我也知道她本身也喜欢户外的东西。然后他就问我，你要不要去不丹？哎，我就说要。哎，他就说，可是你要被拍哦，我就serious。她比较含蓄了。对，我没有在镜头前面展现过。对，人就想了3天3夜吧，可以跟大哥一起去 trekking， 这个机会很少，所以就决定去了。他在我这13年来常常陪在我身边的人，他对我的忠心是不能质疑的。这个旅程，我是真心希望他陪着我。我们去露营的地方呢，是我这一生中一直都想去的地方。这一次在世界的角落扎营，要前往的露营地点，正是彬辉一直梦想的地方，被誉为地球上最快乐国度的不丹王国。不丹皇家航空作为国家航空，是能够运营不丹航班的主要航空公司之一。帕罗机场的地理位置独特，四周环绕着高山和深谷，是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机场之一。负责此路线的飞行员都必须经过特殊训练，才能够驾驭复杂的地形和气候，飞越喜马拉雅山脉，顺利降落。
不丹王国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拥有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文化。这里的高山、湖泊与古老寺庙共同构成了一个宁静而神秘的世界。我想在很多人心目中，不丹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国家。其实不丹也是露营爱好者的理想胜地。布姆德拉营地位于不丹海拔3800公尺的高山草甸，拥有壮丽的喜马拉雅风光。从帕罗市出发，经过1小时车程抵达桑举科，并且开始徒步旅程。这一集的在世界的角落扎营，彬辉和 Tina 将从海拔2900公尺的起点出发，践行7小时，沿途经历各种风景地貌，而克服高山症将是一大挑战。然后在3800公尺的布姆德拉营地露营1晚后，回程时他们还将踏上近800级的石阶，前往不丹最神圣的虎穴寺朝圣。第一次来不丹，心情怎么样？心情很好。哈哈哈，他比较含蓄，平时就比较害臊，不怎么讲话的。所以这次呢，就是我想借这个机会啊，让他完全开窍，变成每天叽叽喳喳的那种。Please enjoy. Thank you, thank you. 哇，很好喝哎！在不丹的第一餐，当然必须是道地的农家美食。这个可以全村人都吃啊。你这样加，好像在吃早菜朋友。OK， 还是我们要品尝先。Chili cheese，Chili cheese 是我在这里可以说是最喜欢的一道材料。我常希望的就是能够带你去吃不同的东西，一起打开我们的眼界，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彬辉和 Tina 抵达不丹后的第一夜将在这里度过。哇！坐落于普纳卡山谷 ，Komo Uma Punaka 融合了现代奢华与传统不丹风情。酒店设计受不丹文化启发，每个细节都体现了对当地工艺的尊重。哇！哇，真的很漂亮哎，太漂亮了，真的。哎，彩虹哎！哦，哎，彩虹！看到彩虹就要。祝我们的旅程对，顺顺利利。当你在中途的时候，如果你放弃，你还是得往下走，回到原地。所以唯一的方式就是往上爬。结束了在不丹古城普纳卡的行程后，郑彬辉和助理 Tina 回到了帕罗市，为隔天的登山和露营挑战做准备。小巧精致的 Komo Uma Paro 隐秘在帕罗山谷中，远离喧嚣，却能让人感受到不丹的真实脉动。Oh my goodness！今天的景色很美。我就是每天站在这边喝咖啡，什么都不做了。哇 ，I love this man！ 啊！真的是惊艳呐！我住的房间是非常漂亮，他们也尽力保存了就是不丹的一些风味。我们还会去露营吗？不然我们在这边露营啦。
啊哇啊哇！大哥，你会担心哦，这会是一个先甜后苦的旅程。你既然送我4个字先甜后苦，那我就送给你4个字放马过来。明天，彬辉和 Tina 将踏上长达7小时的登山健行之旅。 If we happen to hit in the middle like that. 为了帮助他们顺利完成挑战，团队特地为他们安排了体能训练。 The competition is going to be happen between Tina and Taka. 听大哥，不要有压力哦。有人在给我压力。啊，没有压力。好远呢，远到我看不到啊！在那边。我看到，离打给很远吗？加油！我觉得会很好玩的。我们是回到最原始的方式，我觉得也是最好的，因为用原始的方式来做的话，我们就知道完全是我们的本事，不是加料的，所以我会尽全力吧。然后最重要是要赢他了，不可以输给他。来吧，开始吧。 飞过去。OK, now I know. Come on！ 射箭其实蛮好玩，在新加坡或者是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尝试过。 She's getting there. Stress. GoPro 哎，我差点搭到 GoPro 哎。Nice。 Out of range. Tina。耶，丁丁啊！ We end up with the match, and the match have been won by Tina's team, and we are the loser. We've been waiting for too long. The melody can change, but still it's just the same old song. We think that we can carry on. We look for problems in reality, there's nothing wrong. Well, it's alright, keep living that life. So just hold tight, it'll be alright. Thanks for the game. Thanks everyone. 他赢哦，他赢哥。I'm a sore loser 呀。你要糖吗？彬辉和 Tina 在为明天的露营挑战进行最后的整装。 我们将会从2800公尺的高度，对吧？2800、 2800、2900。然后我们会爬到3800。我这副老骨头了，唉，这些年来伤痕累累啊。我担心的嘞，就是那个高山症的，吃药喽，吃药就咯。因为没有去到那么高过，嗯，对我们觉得是一个挑战。
对，这会是一个挑战。哇，这样整齐就是他的 style。当然，明天会穿爬山的东西。然后这个是我们所谓的 mid layer 中层，就是外面一层是外壳，里面是一个保暖的。天气冷的时候就会放上这个，蛮舒服的。这个呢就是下雨的时候穿的雨衣，透气可是防水，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duct tape 保暖气垫，这个是 first aid kit， 这个是充电宝、手套、hiking stick， 这个是一个非常。郑彬辉是个有条不紊的精致硬汉，无论是10年前的真人秀节目，还是现在的高山露营挑战，他都是一派严谨细致的风格。我觉得不是太夸张了，有些人可能会笑我说怕死，可是我不怕死。我觉得 it's better to be prepared than to galang gabu。每一步的准备都是为了征服明天的高峰，他们能否克服障碍，坚持到底？我觉得他会 go all the way， 做到完。The show will go on， 他还是会照做完。肮脏还是会照做，可是 off the camera 的导演。你不要让我去挖大便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亲手用手捡牛粪。我是有洁癖的人，所以我已经很辛苦了。不过，还是比赛啦，就捡。我是一个专业的，所以我预计这一次的旅程，我可以看到你们2个人携手一起完成这个任务哈。可以啦，可以什么啦。任务呢？反正你就是相信，不管在任何情况底下，Tina是不可能弃你而去的啦。不会。你也不相信他会丢下你。对呀、不可能。今天，彬辉和 Tina 必须徒步登上海拔3800公尺的布姆德拉营地。真的，高山不容易，因为空气非常稀薄。当你在中途的时候，如果你放弃，你还是得往下走，回到原地。所以唯一的方式就是往上爬，不管你多辛苦，都是往上爬。复杂多变的地形使得每一步都充满未知。随着海拔的攀升，氧气逐渐稀薄，体力不断消耗，这一切都大大增加了挑战的难度。经过一个早上的艰难旅程，饮食阿哥郑彬辉和助理 Tina 依然顽强前行。Stop。哇，这边好多蚊子。哦，哇，非常辛苦的一段路，真的很辛苦。到了这边之后，景色优美，不用多说了。我们很像一般人一样。可以。Yep。你只要一步稳扎稳打的一步往前走，人生就是这样，可能会慢一点，每个人的速度都不一样。只要我们按部就班，你一定会到目的地。好，继续 ，Let's go。我们攀爬的时候，这个海拔越来越高。下雨了。
继续登山的时候就开始下雨。哇，够力了，够力。因为海拔和山势地形的变化，疲惫和缺氧感让每个工作人员都感到压力。这一路的挑战，让大家体会到了真正的极限。因为我们一直在往上，所以他们就有一点偏头痛啦，然后脚抽筋。真的在这里要感谢他们，对，就是 you and you sir。大家辛苦了。Good, fine, good, good. 感觉他们走好像他们下坡了，全不费劲，我们就加油！但我们还是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走。最重要的是不要气馁。对郑彬辉来说，失败不是选择。这一路上，Tina 深有感触。虽然下雨，可是我们都是满满的开心，对吗？对。 Remember when you started with just one wish? 跟他一起登山的过程，我一直在后面看住他。 Could feel like this. Well, if you 变老了，对啊，我也是变老了。 It's happening. It's happening now. I saw something. Oh, all right, baby. 突然间看到，很多大大的帐篷，对，就好像一道曙光这样。登山的人都会理解了。我在爬的过程中是，为什么你要这样笨？为什么来这边？不过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一切的疑惑都无所谓，呀、doesn't matter。就觉得是值得的。哎 Let's go。好，哇，我看到天了。 经过7小时的艰苦践行，彬辉和 Tina 终于抵达布姆德拉营地。到了。此刻，他们站在位于海拔3800公尺的布姆德拉营地，周围是雄伟的山脉与辽阔的天空。营地环境宁静，视野开阔，是一个理想的高山露营地。 Let me show you the toilet first. OK. Very important. That's a toilet bowl. Oh my god. 有厕所。大哥的惊喜是有厕所。 Here, you do have our bath. 营地的浴室外表虽然朴实无华，却提供舒适的热水澡。在3800米能够热水澡。 Amazing, you can shower. 布姆德拉营地的帐篷虽然置身于高山，但内部却不失奢华。哇 No! Oh my god! 有床哎！每个帐篷内都有柔软的床褥和厚实的棉被，让登山者一夜好眠。帐篷内的设施也一应俱全。Yes, we got bed. Comfort, 5 star. 太奢华了，是一个惊喜，还有床。想象不到哎。对。OK， 现在姜在煮，我觉得那个火要大一点。你切了这个之后 How you cut slice? Why don't you cut the cucumber？因为你已经剪这个啦。没关系。这样那个味道不是。通常我本身是主导他的一个角色，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比较我喜欢当个领导，然后我对事情有主见。然后我要帮他 look out 咯，他的下一个 step 是什么？这样。在彬辉的指挥下，两人合作无间，很快的就完成了晚餐。
我还是第一次在 camping 煮这样多菜，所以跟我没错了呀。多料啊，也很难带上去。这10几年来，郑斌辉离家在外工作的每一餐，都是 Tina 这个私人助理在张罗和陪伴。没有料到会在3800米做 camping。下一次如果是有机会再去挑战走露营场，台湾，真的很像露营的地方是艾斯伦，去到一个狗不拉屎鸟不生蛋的地方，就在那边露营，会很极端呢。就是要极端，而且应该是零下20度那种。你最深刻的露营在哪里？就是我们那一次，我们去布拉沃宾，还有山猪。对，而且就是10米之外，就是走来走去，斜眼看着我们。而且是很大只哎，不是那种小小的，那么大只哦，我们怕它冲过来。所以印象深刻，印象深刻。你露营印象最深刻是几日？应该是我第一次去印度尼西亚 trekking， 我的背包是超重的，大概15、16公斤，爬到我要死，所以是最深刻。我们可能可以开车过去马来西亚，在那边看病。在静谧的山间夜色中，不丹的星空下，斌辉和 Tina 享受着温馨的露营晚餐。我给你，希望这个惊喜会让你想起我们这么多年来一起度过的日子。现在坐在这边，看着火，看着星星，最简单的东西，反而是最快乐的东西。艺人郑斌辉与私人助理 Tina 自2011年开始合作，已经携手走过13年。当初为什么你会选我做你的助理？就到了一个阶段，我觉得我想要有一个人来帮我，就是处理很多拍戏的东西。而且记得吗？我当初对你的承诺就是 Yeah, wherever you go, I will bring you along. But the choice is up to you whether you want to follow me. 对，让我挺感动的。这些年来 ，Tina 始终陪伴在斌辉身边，打理一切，几乎形影不离。我心里明白的，你也是无条件的接受我很多缺点，我也接受你很多缺点，所以我想我们之间的默契是不用讲的了，片场的人都知道。我们在片场都不必沟通，一个眼神，一个就知道还要喝水，还是要剧本，还是午餐要吃什么，直接用行了而已。斌辉在2018年3月结束了与新传媒近20年的宾主关系，以48岁的年纪到中国从零开始。这不仅是事业上的一次转折，也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捩点。Waking up in the morning, stressing about the next thing in life. 那时候我决定不签约的时候，当然心里是蛮多挣扎的。可是我的人生、我的事业就到了一个阶段，我觉得我要尝试拍摄不一样的东西。Tina 毫不犹豫地跟随郑斌辉前往中国闯荡。然而这些年间，他们遇到过不少挑战，发展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在你低落的时候，有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去 approach 你。其实他是一个很 control 的人，他有什么东西他都会藏在心里，他不会 portray 的。Just be around for him， 我关心他。
所以我会给你自己的空间。我知道，我也非常感谢了你给我那个空间。我想这是从小的性格吧。不要哭嘞。伤心人，其实我也心痛。Tina 本身是一个很格的一个女孩子，也为了保护我，她会展现刚强的一面。可是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她不用承担这个东西。我是一个自己扛下一切的那个人，所以很多时候我是一个很孤勇者，所以就是独来独往的一个人。有时候我希望你会起来了。在共同奋斗的岁月中，他们成为彼此最坚实的支持，祸福同享，患难与共。这么多年来，你是真正的关心我的。我就比较把你当成很像大哥这样，我大哥就很像家人这样。因为我觉得很像有什么事找他协助这些，他都不会拒绝。你知道他会在那边帮忙你的，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他。你已经间接的成为了我的家人之一了，如果我知道有人欺负你的话，我会把他千刀万割，我会对他不客气，因为我觉得保护你已经成为了我的职责之一。我本身的性格是我不轻易相信人，所以当我把你当成是朋友的话，我会为你付出。我敢说吧，如果你问我应该会为他上刀山下火海，好好保护他，照顾他。当然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完美的老板，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家人，可是我尽力了，我也在继续的尽力着吧。我也是有惊喜啊！你自己看。哇！他们送给了彼此相似的礼物，这份默契胜过千言万语。都是这几年来我们在一起做过的东西啊。还有 message。我不会画画，所以不是我画的，我找了一个朋友来帮我画的。那个录影那边，我叫我朋友画那山猪出来。我们那天晚上真的是心惊胆跳，非常的感动了，因为这么多年当中，我们一些小小的里程碑，去过的国家，做过的东西，一起受的苦，一起享的福，他都铭记在心，而且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有意义，这也表示着，我们之间这份感情是有意义的感情。Thank you. Welcome. Thank you. 哇，这个是亲力亲为做的，你自己做的 collage。你看，怀疑我，他觉得我很懒惰做这些东西。有啦，如果是你做的，会感动。然后我想感谢你咯，就是希望这个惊喜会让你想起我们这么多年来一起度过的日子哦。我们都还很纯真。We are in this together, getting through every day. If you stay by my side, I know that we'll be okay. 我们曾经一起受过很多苦，吃过很多苦。我不觉得是吃苦啊。No matter what happens from here, I know you're here. 不要哭了。有时候担心你走太快，逼自己。不知道，我就是这样吧。就绝不失败。失败不是一个选择吧？我想。想跟你说，有时候是可以暂停休息一下。好，我尽量。而且现在也老了，明年拿 CPF 了
拿了 CPF 就可以休息一下。 2024年3月，彬辉宣布与长信传媒结束合约，正式以自由人的身份踏上新的征程。我这个阶段是我可以去接我想做的东西，而不是我必须做的东西。我不想做的话，我就说我不要做。我想做我就接。所以这个自由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很爽的。 不再是为了赚钱，而是我要不断的鞭策自己、挑战自己，然后我也想去不同的地方开开眼界。看到了，这世界上真的有很多非常美妙、非常漂亮的东西，值得我们去保护，值得我们去珍惜。欣赏美景。郑彬辉和助理 Tina 在不丹的布姆德拉营地度过了宁静的一夜。哇，很专业。Cheers。我们看向对面的高山、白云、蓝天，即刻会理解到我们是多么的渺小。 身为一个演员也是这样，当你到了大海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一个 so what， 你还是那么的渺小。你昨晚睡得好吗？倒我一关眼睛就倒了。太累了吗？对，太累了。我带了睡袋。好了。然后昨天根本都不用拿出来用。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对，爬山从来没有遗憾。 就是为了在这个地方喝一杯咖啡 ，OK 了，你看 OK 了。还有跟着陪你来的人。哎呦，如果现在有嘎亚都是2个单字最好啊。对，喝咖啡，欣赏美景。享用过早餐后，彬辉和 Tina 决定再走一段山路，前往悬挂风马旗的地方。So beautiful。悬挂风马旗是佛教国家十分常见的祈福方式。五彩的风马旗迎风飘动，象征着吉祥和祝福。Today we are doing for the wishfully to bring our good luck and the good wishes. OK。 这个祈福不单是为了挂这个旗的人，而是为了普天下的人。他们说放在高山会比较好，因为有风。越高的地方，祝福就会去得越远。每一面旗帜都承载着善愿和祝福，随风传递到四方。 不丹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这里的人都非常简单，他们说话的时候真的都是发自内心的，他们对精神上的追求还有灵魂上的追求，远远超越我的预料当中。我回家的时候，我将会非常想念不丹。 彬辉和 Tina 终于踏上了回家的旅程。回程中，他们将造访不丹的圣殿虎穴寺。我感觉应该快到了。要到了，慢慢。高悬于悬崖边的虎穴寺是这一趟旅程的重要亮点之一。看到了，我们等一下要抵达的地方。剩下 last 300 steps。满怀期待，他们向这座古老寺庙进发。
这世界上真的有很多非常美妙、非常漂亮的东西，值得我们去保护，值得我们去珍惜。OK，should be the last。最后一个阶梯。这是属于冰辉和 Tina 之间一段独特而珍贵的旅程。当然是跟 Tina 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我也希望她能够喜欢这个过程。你这样加，好像在吃早菜，朋友。OK， 哇，真的很漂亮，太漂亮了，真的。哎，彩虹哎！他们在风雨中相知相惜，彼此扶持，共同面对挑战。可以吗？可以。可以吗？ Yep。我没有后悔做大哥的助理，为什么？因为都是好的回忆，还有经验啊，这些都没有人可以取代。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那个脚顶的不够实。我出国发展，可是有一件事我非常清楚，我是一个180%完完全全的新加坡人，我热爱我的国家，所以我非常在意我是怎么代表着新加坡。拍完戏之后，我是要回家，因为我的家人都在这儿，这是我的国家。我知道我的缺点，大哥要我变得更强，我会尽量啦。因为他是怕人家会欺负我。这不仅是一场旅行，更是对过往岁月的回顾和审视。我 OK 吗 ？Slowly 呼吸。All the way。如果你是说山只是一个形容词的话，我永远在攀爬这个山，我也知道我永远不会达到顶峰，就是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值得人家尊重的好人。准备好了吗？好 ，Let's go。我们终于到了。到了。高悬于海拔3180公尺的虎穴寺，不仅是宗教信仰的象征，更是不丹文化的瑰宝。在这里，虎穴寺的壮美与神圣气息，为他们的露营之旅画下了圆满的句点，同时也期许他们未来能继续携手前行。大哥，如果可以继续陪着你，我会陪着你啊。Tina，我第一天对你的承诺，到现在，到将来，都不会变。跟着节奏，我渐渐放开自我，这心跳，这脉搏渐渐攀高峰，跟着这节奏。动双手，轻快的步伐。